我们国内踢球呢没有被太多的人关注，一场比赛可能也就20-30个人。是我们去打了加拿大世界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然后感受一个被坐满的足球场的感受。我一定要现场的观众只为我欢呼。赵丽娜，我想被更多的人看见。我当时是非常的脆弱的。那1个小时我就一直都在哭，我觉得网友都在责怪我，队友也在责怪我。我给你们透露一下，那天我采访他，你最在乎他什么？排第1位，您知道他说什么呀？帅，太肤浅了，妈妈，你对你女儿太不了解。我看你们了不了解你们的女儿。这儿的早晨空气真的很棒哎！我上一次来白沙自驾游，现在因为国家这些年做这个脱贫，你们看到的这些乡村呀县其实都已经比较富了，但是其实资源教育还是比较贫乏，比如说艺术老师啊，包括这种运动，所以这2年其实很多的公益，包括这样的资源培训，都是开始往这方面发展，然后下沉到乡村。我每次原来来丽江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拍他们的小孩儿，因为这儿的小孩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就特别出片儿，就是那眼睛特别的单纯。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学校，不知道他们在学校里是什么样子，还挺期待的。看到雪山了吗？就在眼前，安静的小村庄。一会儿孩子们就要上学了。我要跟今天的嘉宾带他们一起去踢足球。好，1、2、3，加油！踢得怎么样啊？没事，我们3-0了。阿姨问你们个问题啊，你们是自己特别喜欢足球，自愿来学踢足球的举手。都是基本上，但是你们的家长都支持你们踢球吗？你说。我爸爸说他辛苦，我爸爸说踢球危险。踢球危险。那会不会说担心你影响你学习？不会。他说踢球危险，你怎么说？我注意安全。我注意安全。你当时不觉得苦吗？我是什么时候才觉得苦的？是我觉得从有对比的那一天开始，我觉得苦的。什么是有对比？就是当我第一次跟着球队一起出国，然后我看到国外的那些俱乐部他们是怎么踢球、怎么训练的，就他们有专业的水疗池。我在出国之前我没见过好的草皮，我们当时是煤沙场地，都没有这种草皮的。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国外有这么多球队，这么多人踢球，我没想到。然后我当时有个落差感，我会觉得我觉得我还挺苦的，就是小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苦，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再艰苦，我是没见过跟我不一样的。我身边的孩子他跟我经历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苦。然后等我出去看了之后，我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个孩子，我就有对比了。我想要有更好的球队，想要在更好的球场上面踢球。你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休息够了吗？来，下半场开始。静姐，你想不想守门试试？来，我把手套给你，你戴一下我。体会一下你的。那也比如说，就你们当守门员，会老被踢到鼻子吗？会啊，我会，我脸上有被踢到过，缝了10针，这儿缝了4针，然后耳朵后面缝了6针。对，被我们球员的鞋钉刮的，然后呢鼻子是撞在那个门柱上面，这儿就是扁，你看。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觉得脸上有点疤也挺好的。这是什么？我的足球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赛现在正式开始了，好球，赵丽娜稳稳的摘下，非常漂亮。赵丽娜这几场比赛都是作为首发门将，是把球扑出，漂亮！赵丽娜的站位非常的准确。比赛开始到现在，不管是在摘高球还是面对对方的射门，赵丽娜的表现都是很稳健的。赵丽娜是把球给扑出横梁，又一次掌球，今年女超联赛的最佳门将。我来做教我一下，这我从来没扑过，就是稍微。其实他们大部分的都是来踢地滚球。那我们地滚球怎么接呢？我们地滚球这样接。对，我们可能初学者我们都以为守门员是这样接啊，但其实这样接很容易落裤裆。那如果到这儿我怎么接呀？到这儿的话，你就是这样抱，这样对，试一下。对你接球的时候。其实你触球的点是在肚子这儿，其实我们接球，守门员接球的时候，我们触球的点是在这儿，这样然后把它顺回来。啊，我不能在这儿抱，在这儿就完了。多疼呐！守门员也要想办法保护自己。以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老式的门将的服装，这里有块很厚的海绵，很不好看。他们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守门员这一块。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保护它不是在衣服上，而是在你出球的点是在前面，然后这个球是可以顺着这个手这样走。试一下，哎，我这个。你看，你还是少一个缓冲。那我们试一下。好，你准备好了吗？来吧，同学们，我们再来继续射两脚门，还是从那个点球点开始。没有门。不对。这也行，哎，怎么刚才守门的初体验，守门的初体验就被掉进了一个球？不是，职业生涯。我觉得职业生涯最生气的就是从这儿过去。但是镜子姐这个门才跟我人差不多高。哇哟，力气真大！静姐，我来给你做2个示范看看呗。他可以，你看他这架势，他这架势就好厉害的感觉。这手套跟了你多久了？说不出来有多少年了，但其实守门员的手套它是消耗品，我们1年可能会用掉10几分钟。那你为什么这个一直都在呀？只是可能正好临近退役那会儿，然后就一直都留着。来，狠一点儿。来，使劲！哎呦！希望呢可以跟所有的队员们立下一个合约，答应我以后在这片球场上面好好踢球，好不好？好。也要影响身边的更多同学或者是家人能够一起参与进来。中国女足加油！加油！加油！丽娜，你从4月份到现在去了多少个地儿了？我们昨天去的是第15所学校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001号球场嘛，现在是一个回访，下个月马上又会去到喀什。那你觉得对你个人的这种改变是什么？我以前一直认为，就是做慈善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给予，但是现在我真的投入到中间，我才发现，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的收获是比我的付出要更多的，因为你来了之后，你能感受到很多孩子们对你的热情，今天完全感受到了。而且呢，我因为退役了嘛，所以其实我离球场很远，但是我只有到了学校里面，能跟孩子们一起踢球、一起玩的时候，让我会觉得，哎，好像我离球场又没有那么远了，我会觉得得到了慰藉。还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女孩，她们会觉得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你这样的人。我们去到新疆喀什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们离开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她跟我说：“丽娜姐姐，你能不能不要走？”然后我就跟她说：“对不起，我后面还有别的工作，我下次
次再来看你。然后那个小姑娘说，我如果现在好好踢球的话，我是不是过几年就可以和你一起在国家队比赛了？因为她很想你，很喜欢你，她舍不得你，所以她会说出这种很童言无忌的话。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许这是他们好好踢球、努力踢球的一个动力。那你什么时候真正感受到足球给你带来动力？可能曾经啊，我觉得身为一个女足球运动员来说，在就是我们国内踢球呢，没有被太多的人关注。但是直到15年我进国家队那一天，就是我们去打了加拿大世界杯，哇！就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踏进那个场地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我真的震耳欲聋。我在电视机前面我是体会不到那个感受的，只有当你亲自到了球场，然后你成为了那个场上舞台上的那一份子，你才发现我哪怕是个3号门将，都会有人在看我，都会有人在为我欢呼。那个观众全坐满了，全坐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然后感受一个被坐满的足球场的感受。现在正在收看到的呢是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的揭幕战，交战的双方呢是东道主加拿大队和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很多人都是一个新的锻炼。从开局的这段时间，确实能够感觉到，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呢，有一种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我给大家个对比啊，我们国内的女足的联赛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可能现场一场比赛可能也就20-30个人，这么少、都是亲友团。我们的比赛是不卖票的，都是赠票。难怪你找不着踢足球的那种被看到的感觉。是，其实我以前我没有那种争强好胜，我想要当1号门将那种欲望。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就那一场比赛开始，我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现场的观众只为我欢呼。我说我要成为那个身穿5星红旗为我们国家队守门的那个主力门将。我就说我想被更多的人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是15年，我是3号门将。后来我16年我就成为了中国女足的主力门将。哎，这家服装店我上次自驾游的时候来过哦啊，然后还可以喝茶，咱们进去逛逛。很有特色哎，这是，我买了好几件，而且它的很多那个衣服男女不分的。其实，你这高个儿一般不好买衣服是吧？我特别不爱逛线下的这种服装店，是因为我穿不上就很受挫，你知道吗？哎，我觉得这个披肩好看，这个来很有丽江的特色，是吧？你不觉得吗？一会儿咱聊天冷，你还可以披上。可以，这个可以来一件。好看，好看。可以，那咱们眼光不错，来一件这个。对，亲爱的服务员，你们这儿有围巾吗？我看那儿有，是吧？就是类似他身上的那个，这个是羊绒，但会更柔软一些，更亲肤一点，可以试试。就送妈妈长辈的话，这个花色也是比较 OK 的。正好过2天去你们家，你觉得它很保暖？这个颜色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我妈妈特别喜欢这种颜色艳丽的东西。你觉得你妈戴上这个好看吗？好看，我妈白，戴这个好看。可以啊，行。这是我送的啊，不是你送的。我特别喜欢这种服装店，就是它可以看到景色，然后还可以喝茶。它这楼上是喝茶的。对对对，我们一会儿可以到楼上歇脚。对。啊，谢谢。忽然觉得太难得了，有这么一个地儿喝茶。哇，这个景很漂亮。你看那后面就是山水画。刚才下了一点雨，你看现在咱们一往这儿一坐，雨停了。我跟你讲，就是人好，咱们是来干善事儿的。你看，老天都不下雨了。哎，我给你看个东西啊，那天刷你的微博，你看我是有备而来的，就是这个。他们都没有机会参加一届这样的世界杯。然后我又想到，有好多队员可能因为这场比赛踢完，又会被很多球迷质疑，被很多球迷在网上骂。我不想让他们经历这些。就是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在那个场边看，然后他们这场比赛被踢了1比6，然后那场比赛输了之后，就是我在球场有一点点真情流露了。对，关键是你后面说的话，感觉是
自己的那个，也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想让他们经历这些。哎，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哭，我忍了很久，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开场没有多久，然后就被人家已经踢了好几个球了。其实我这一整场比赛心情都很沉重，但是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就是流露感情。那天是因为我朋友他在边上问了我一句，他就说没关系，你要想哭的话你就哭吧。然后一下绷不住了。对，就是每次难过的时候，一有人安慰就会不安慰还好，一安慰是就绷不住了。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你人生中那个时刻？里约奥运会。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国家队主力门将去参加的一个国际赛事，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进球跟守门员离不开关系。当年我们那个奥运会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奥运会预选赛，但是呢可能很多球迷还停留在我们还是当年的那个铿锵玫瑰的那个时代，我们是为了冲击冠军而去的。因为我们中国女足在世界上的水平其实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可能也就是中上游，可能也够不着像去冲击决赛啊冲击领奖台那样的。然后我们正赛中的对手就会更强了嘛，到了8强也没有能够再往后面走，可能也会有很多球迷在质疑。因为就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其实我是很脆弱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脆弱的。其实最想赢的是我们队友，这是我的第一次人生大考然后我其实是紧张的，我是忐忑的。可是门将这个位置他又需要表现出来你有一颗大心脏，因为我们接下去还有比赛。然后第二天我们在恢复训练的时候，那1个小时我就一直都在哭，然后所有的队员都以为我被怎么了，然后我们教练也说你为什么哭，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自己如果能够再强一点的话，我们这场比赛就不会被进3个球。然后我说我觉得网友都在责怪我，然后我觉得队友也在责怪我，但是其实这个队友在责怪我，这个是我臆想出来的，你懂吗？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你会甚至把别人的一种眼神都会变得敏感。对，那次你爸妈看了吗？那场球？我的所有的比赛他们都会看，他们在国外也会倒时差看。我印象中我的那些队友们，我父母都会跟孩子们说累不累啊？哎呀，我女儿辛苦了，哎呀这么辛苦呀，要不去休息休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就是你怎么这球都扑不住啊？这比赛又输了吧？哎，你妈真的是也是挺能在伤口上撒盐的，她特别能在伤口上撒盐。然后我妈就严重到就有在国家队那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我比赛完之后呢，有一次我的队友先给我妈妈发消息说：“阿姨，你别再跟叨叨说这个比赛的事儿了，她最近压力真的特别大，你再跟她说，她会崩溃的。”然后就那一刻，我妈好像就意识到，她的评价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你妈也许是你成长上的这个另外一种作用力。就是我一直给我父母的定义就是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某种程度，有一天你会觉得你妈妈的这个重要性是特别必须的。我觉得我妈妈改变了。在我觉得不要对父母要求太高了之后，我觉得我妈反而她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她会来说最近累不累？我有可能在节目里面表达过，然后我妈妈就看了节目，她自我总结了。她是不是挺开朗的？她特别开朗。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最早的时候是在服装厂工作，后面服装厂倒闭了之后，她就在超市做自由职业售货员。我妈让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她肺动过手术，就是其实是摘掉了1叶肺。然后理论上来说呢，像她这样的其实不应该再出去工作了。但是我妈就觉得，没什么呀，就是我要赚钱，然后我女儿在踢球，我需要去给她更好的生活。所以你看潜移默化，就是她的那个劲儿，跟你身上的那种特别顽强的，对很多事情打不倒的，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是。对，爸爸是做什么工作呀？爸爸是公交车司机，我就特别喜欢跟着他上下班。然后那个时候的公交车，他们司机背后是有一个背靠背的位置的。那个就是我的专属位置。然后司机有的时候就会窗一开，小心啊，你注意安全。然后我就说我爸特帅。就那个时候。那你爸爸呢？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爸，他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人。但是我爸这个人就很奇怪，他平时在家里存在感特别低，而且我回家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跟我去说任何的评价也好，或者是未来的安排也好。
寡言的人。可是有电视台去家里采访的时候，我爸竟然会当着镜头的面说，我女儿30岁了，怎么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对，我看过那一段。不是我就后面我就很纳闷，然后我就觉得，就大家都知道我爸就很担心我的婚恋问题，但其实我私底下回去的时候，我爸很少，从来不问，真的是几乎从来都不会说，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爸是担心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父爱无言了。我觉得可能。那你现在欣赏的人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幽默，幽默。对，我想我特别喜欢有趣的人。我觉得你这个择偶条件放在第一啊，我给你点个赞。我跟你讲，找一个男生幽默，这个特别重要。你知道你的生活质量会很高，对，开心啊。成年人的快乐的成本越来越高了，所以当你生活中能够发现和这个人待在一起，能够时常的让你感觉开心，我觉得是我觉得是现在让人觉得应该是最珍贵的一件东西。他们都是很朴实的人，很普通的工作，所以他们看待你的成名，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呢？他们反而我现在离开球队了之后，他们会觉得我的生活可能更累了，然后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我觉得开始认为我父母有点心疼我。以前可能在球队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有人照顾，然后会有人管饭管住，然后只要好好安心的踢好球，他们是放心的。我采访过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快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因为我们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在场内嘛，然后突然之间离开了我们熟悉那个球场，我们会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然后我们会感觉自己被这个社会所遗忘，不需要。你刚才说你也有过退役之后的那种迷茫，参加浪姐也是一种新的难，因为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尤其是24小时在拍着你们，你有没有比较崩溃的时候？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一身无畏，谁生来不都是一样？尽管叫我无名之辈。其实我觉得崩溃的我觉得有一次我特别想崩溃的时候，就是我们2公舞台的时候，那其实另外2个姐姐的身高就可能1.6米左右吧，然后我就大概就我这么高嘛，哎，不管多高的姐姐，我就站在我身边都像一个对小朋友。我们有姐姐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丽娜站在舞台上面，我们3个人能够看着协调一点。然后那一瞬间，对面的制作人老师是这样。你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再想一想。我觉得那一瞬间，我好像有被戳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那个很影响我们这个团队和谐了。然后呢，我可能需要对面的老师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因为我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去考虑更多的事情。然后我后来回到化妆间的时候，我就哇一下我就崩溃大哭。你没想到是因为自己的身高。对，这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我是敏感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可以和自己的身高和解的。可是就是那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哇一下我就哭了。我说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我说我唱歌不好，我跳舞不好，我可以去练，可是我1.88米的身高，我不能把我腿砍了。我这个是我真的无能为力去改变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姐姐就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们认为就是不重要，甚至他们觉得我的身高可以成为一个特点，然后他们会很全心全意的接纳我，给了我很多的爱。然后后来在他们的怀抱中，我哭完我就好了。刚才我们走的路上，咱们前面有2个男的，他们就一直就是直勾勾的看着你，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看。可以偷看，但是他们那个直勾勾我都会有点不舒服，就这样的看，就这样的看。对你，所以你是个能够感受到是吗？前2天我在酒店，然后我去拿外卖的时候，然后正好有人在那边 check in， 然后呢，可能我去拿外卖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就说，哎，哇，你这么高，然后当时他们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爆笑如雷，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啊，我好像又被冒犯到，我说我长得很高，我很好笑吗？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可能大家更多的人会不会觉得你身高高是在冒犯，就可能大家会对于美，就对于丑或者对于胖
会有一个定义，就是不敢表达出来，会隐晦一些。哎，我觉得你真的好有同理心，因为大家会羡慕，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芥蒂。关于身高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点很想说，就比如说，当我出去和男生合影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蹲下来。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又经常会觉得，当我蹲下来和别人合影的时候，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有在不尊重他？就比如说他现在比你高，跟你合影，他蹲下来，你会觉得介意啊？会介意吗？你们会更希望我站着跟你们合影吗？蹲下来感觉有多少有点受伤。哦，对啊，对，所以是会有人觉得受伤。蹲下来受伤。对，你想过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吗？我不知道，但是昨天我突然之间萌生了一个想法，有一个蜜蜂啊，蜜蜂啊，没事，你不招惹它，你穿的太漂亮了。你要说我人生规划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说我对我未来人生的一个向往终极目标，因为就是我昨天看我的那个抖音和微博，就我们那个下面都会写一个商务请联系什么什么邮箱。我想未来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把那个邮箱改成不接商业合作。如果到那一天，我觉得我应该是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理想了。哪怕就比如说我去到丽江的学校，然后我发现这边的景色特别漂亮，我想在这儿待个半年，我就待个半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跟我喜欢人聊天。对，我不需要那么多制作，我架一个手机，如果我想传播，我架一个手机，我跟他录的内容我就自己是传播，我就想做我自己。我觉得那一天应该是我会觉得很快乐。我懂。那个经纪人懂吗？这个。嗨，哎呀！今天下来以后，就觉得这趟特值得。我们在小学里面跟孩子们一起踢球，我觉得好像我之前从来没有这种场景，就会觉得特别难忘。我觉得丽娜是一个，就像这个火盆一样，她是有她的火苗。他们从一个运动员，在一个特别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然后走向社会，一切都要从头学。现在不那么怕了。那这一切是哪儿来的？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最好的老师不是去想，是你去经历。最大的帮助就是你自己去面对那个所谓困难的时候，面对这堵墙的时候，你只有亲自把它拆了，你才能够体验到你的成就感。对吧？师傅，师傅帮他领的手特别好。哎，静姐来了。呀，静姐，这是我爸爸。你好，你好，我是李静。哇，您也挺高的。那肯定的，亲生的嘛，那是我妈妈。哎，丽娜妈妈你好。哎呦，不好意思啊。这么多呀？哎，猫咪呀，为啥不让它出来呀？因为怕今天我们吃饭，怕它打扰我们了。因为平时它都是在那个阳台上面自由活动。它几岁了？它1岁。哎呀，大不大长得？真肥啊！哎，你这1岁怎么这么重了都？它就是自由野蛮生长，然后它就是自己吃，然后也不运动，然后就变得这么。它什么性格啊？它让摸什么的？让摸，可好了，一点不怕生。好吧，叫什么呀？泡泡。泡泡，他有点不乐意。算了，等一下。哎呦，他跟小孩一样，还最佳守门员2021。对，好像这个就是全运会的奖牌。全运会就是4年1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非常的重要。这个是亚运会的奖牌，亚运会的银牌是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的。看
这挺棒的吧？哟，这边还有这么多呢。对，这边还有。好，来吧，我们那就开饭吧。菜啊，就是那个家常菜。这个太好了，而且这个菜，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减脂，就是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清淡。对，我们家其实很爱吃蔬菜，这个也好吃。必须得尝尝我妈做这红烧肉。虽然在减脂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尝一口。这个已经没有了，这个真的好吃哎。我那搭档就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戴军，就是上海人。哎，戴军。对，我们俩在一起快30年了，我还是听不懂上海话，因为我以前一直看超级访问。哎，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看了。像我们一辈的，我们都有上班啊，什么都知道。那这绝对是忠实粉丝。我们那天聊的一个话题，正好我还想问问你们，我就说，他让我体验那个守门员。我就站在那儿，他让一帮小孩踢球，那帮小孩其实踢球水平还初级呢，我都特别感受到压力。守门员的爸妈心理素质也要进行匹配，他们也是锻炼出来的。哪一场最真的捂着心脏的时候。就这次亚洲杯拿了冠军嘛，我激动了，掉眼泪。我在家里看，就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哎呦，上半场嘛，基本不进球，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急啊。当面从来不说他好的，所以他只要他有他的比赛，他就是看。就我外公外婆也看。记得很我外婆，她外婆的吧，不是痴呆了吧？那一次看比赛。对吧？他因为其他人都不认识了。阿尔兹海默其实已经不认人了，对呀，我们家里像我的名字他都说不出，就是我说他，哎呦，比赛的电视有啊，这外婆一看，问他赢吗？赢，每次不管什么，就他认得出他来，其他的人谁都不认识。真的是，他是我们的骄傲，真的他是我们的骄傲。我现在看他，忽然在想，我女儿要是这样就好了。你们都不吃饭，我一个人在这边吃，我很尴尬的。因为别人都在说你只有勇气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觉得我跟一个那个班主任家访一样。哎，我觉得丽娜是我在运动员里见过长得也漂亮的，而且她的这个比例特别上镜，她头小，1.8米就好，经常漏。那您现在说这晚了，1.8米就好了。太高了，现在找男朋友又来了，找不到。是，您上次那句都已经上热搜了。我爸现在对着镜头，他就是使劲推回。我给你们透露一下，那天我采访他，你最在乎他什么？排第1位，您知道他说什么呀？猜猜。你猜猜。帅。太肤浅了，妈妈，你对你女儿太不了解。我看你们了不了解你们的女儿。只要人品好就可以。人品他提到了，但是第2位，第1位他说的是，他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幽默。您觉得他把这排第1，两位怎么看？那就是生活里边比较开心一点，对吧啦？其他的我说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要有责任，对我们来说责任心的吧，还有那个。你看啊，其实只要女儿喜欢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又怎么样，那就更好了。幽默放第1位，看来跟爸妈是打死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刚退役，他的人生才刚开始，真的。但是呢，这事儿呢，您也别着急。我只能说丽娜不太好找。急也没用，真的现在急也没用。值得推荐。我自己在想托你帮他行找一下。这压力很大，回去翻翻。我认识的男的靠谱的也不多，但是我会尽力的。我们要求不高的。叔叔您放心啊，这个推荐这事儿啊，我宁可不推荐，也不去推荐不靠谱的。你刚才没说完，你反对相亲吗？不反对。我不反对相亲，我认为的相亲就是交朋友，然后坐下来之后，我要感受一下我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那人家就是奔着相亲来的，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就是谈恋爱来的呢。对啊，就是啊，那就坐着，我也得感受一下我能不能喜欢这个人。如果不行的话，那也不行。那倒可以，你试过吗？没有。说的是语言上的巨人，我听着觉得哇，这相个10次8次，也没人给我介绍呀。而且我这2天发现他并不是个恋爱脑，对，所以他其实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判断力的，他还不是特冲动那种人。但我爸妈应该觉得我是一个挺冲动的人，小的时候吧。丽娜那个有没有叛逆期啊？有特别叛逆的时候。那个是08年，08年是几岁？16、17岁，17、18。08年2月份的时候转正，那很开心的，一线的吧，转正了，上正式队。8月份、7月份回来，他说不去了，要回来了。那个时候你说文凭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说你回来干嘛，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跟他冷战了多少时间？要1年左右。我天哪！半年这么久啊？不是，就我跟我父母之间不太善于沟通，就是很少会坐下来，就可能有一个人，你坐在这儿，我们今天吃饭会聊那么多，你平时不在的话，我们3个人其实说话很少。因为你小的时候就进体校了嘛。对，平时星期天回来我们都上班的，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碰不到他的。对，那你是为啥呀？那时候是因为我上了1线队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没有这么厉害，我是4号门、5号门将，然后大姐姐的射门啊什么的我都守不到，我找不到那个叫什么自我认可的点，然后我又觉得哇，未来离我好遥远，我比赛我连出去我都轮不到出去，没错，就只能在基地自己待着，然后那会儿我就觉得要不算了，咱们找个班上或者重新去读书吧，然后那会儿我妈就死活就不行，不同意。现在想起来，您的这个往前推他这个是挺重要的啊，是吗？不推他，那个时候就退下来了。因为那天我跟丽娜聊过，说在体校长大的小孩，有的时候就是到了叛逆期啊，小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跟父母这样的对抗。他说他还曾经离家出走过。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突然之间长大了。因为我离家出走了3天，然后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头发就一瞬间就白了，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事儿了。我说我再怎么样，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惩罚我自己的父母。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可笑了。你是准备去哪儿离家出走？没有，就去我朋友家住了3天，把我零花钱全花完了，没钱我就回来了。可是这3天你们急坏了是吗？就是我们打电话，他打电话，哎呦找不到，那个时候我们急死了。我跟你讲啊，这真的是把孩子养大真不容易，这个太吓人了，真的好折磨啊！这个怎么还共情了呢？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敬您一杯啊。他们很少会说这么多话。这就是叫什么？跟爱的人吵架，跟陌生人说心里话。真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这是给您买的，在丽江一个铜壶。哎呦啊，它是那个，就是那个砸那个铜器的那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坐，您看一下喜不喜欢？可以煮，因为铜是那什么的嘛。它是那个手做的。没事，把这个打开看一下。哇，莲花。对，好漂亮。这是莲花。挺好。谢谢。然后呢，我们俩那天逛那个服装店，给您买了一个围巾。哎呦，谢谢你还给我买围巾。没有，它是我也有一条。对。没有，挺好看的。我匹配裤。因为好看。我说我妈匹配颜色吗？是的，好看。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加快。2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